看到这个小 baby 这个很脆弱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上这里，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我有在我的人生中我有经过很多不同的经验。我在其他的影片有曾经说过，我曾经去了40个国家，那在每个国家有一些很丰富的那个经验，也体验很多不同的活动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很简单嘛，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这个新的生命，我觉得哇，从来没有这种的感觉，真的非常感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风大哥大。那今天我不能讲那么大声，因为通常的时候我习惯讲话很大声，但是现在那个小 baby 在我的旁边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听得到我在说话，因为我怕我会吵到他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当新手的爸爸很困难吗？那当然，baby 只有回我们家1个礼拜而已所以从他回来到目前的为止，我只有那个1个礼拜的体验能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要开始分享我的想法那希望你们能接受那所以我觉得呢他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每个晚上睡不好像昨天晚上，今天是星期日，那昨天晚上我是大概，因为我习惯比较晚睡，那他昨天晚上大概2点、3点、4点、5点都起来。其实通常的时候他很乖，他睡很好，但是昨天他就一直要起来要哭这样，所以我会跟妈妈我们一起起来抱他，要喂他的奶那就是等到妈妈弄完，那我们都可以回去睡2个钟头再起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困难就是在于这个点而已。但是呢，我也就是必须要讲，今天其实每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完美漂亮的样子，我觉得这些累很值得了，不会觉得这个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其实当爸爸是蛮幸福的，就是就没有办法，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没有办法真的描述形容也现在有这种的感觉，每天看到他的表情，真的就是很不容易真的没有办法那个形容这个事情。那当然还是也知道我不会骗自己，当然未来会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在我们的前面，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去面对这些问题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教育，昨天2个朋友，爸爸也是外国人来我们家，那我们开始谈一谈小朋友在台湾的教育，你有哪一些选择？当然，因为我也在这方面工作，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台湾的教育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部分我觉得是有一些很好的比如就是道德，在这方面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它的缺点呢就是小朋友没有那么大的自由的空间可以教到他们自己的个性。因为我觉得我有发现，在台湾的教育这个系统里面，他没有那么不会教这个逻辑思考这个判断力不会像国外，因为国外通常老师会给你一些那个提问，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那后来你要查出一个答案或者分享你的个人的看法。那在台湾这个也没有像国外那么发达。那当然我还是觉得台湾的教育这个近年来有发生过一个转变，也它在慢慢的转，但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跟以我的考察，以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英国的教育可能很多台湾人觉得国外就非常自由，学校就想干嘛就干嘛。其实呢，英国的教育我觉得是
在世界上是可能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也可以觉得骄傲的英国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英国的那个教育度是非常好。那像我们高中、国中、小学，其实在英国我们只有像是那个国小跟高中，后来是大学，只有2个学校而已其实是很严格，我们小时候的学校很严格，所有的规定非常严格，从你的制服的规定，从头到尾非常严格，像你要穿皮鞋不能脏的，要带那个领带呀、西装啊，头发要整齐啊，你也是干净的，你没有穿皮鞋的话，他们就送你回去。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外面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老师，那他就是在这里这样叉腰看每一个学生。这里那个领带没有带好的话你要站在这里罚站，这样非常严格。所以其实国外的学校，好像每个欧洲国家，美国也有这个严格的规定。所以当然跟台湾不大一样，对。但是呢，虽然很严格，每一个学校或者以我的经验来讲，老师们还是有允许这个很大的自由的空间，不管你要讨论不同的问题啊，或者你要提出你个人的看法，老师们在学校都允许每一个学生这个权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教育在这方面可以就是多看这些西方的一些那个逻辑思考、判断力这种的教育，因为这个你有这个的话，真的会给你比较好的未来。或者你如果去国外，你不会那么惊讶，你不会有那么大的 culture shock 或者你到一个那个国外的公司里面工作，你不会比较会了解里面的角度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等于我已经那个台化了，因为他虽然那个小 baby 还没有满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他的那个教育学习的方向、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台湾，当然这个是一个台湾人很讲究这个，也会去看、会去查有什么选择，要不要留学，要去补习班这类的。跟我们国外很不一样，国外也没有什么补习班，你就去这个学校，成绩好呢好，成绩不好呢就是这样子，你还是有其他的工作的选择。所以我是个人觉得，教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不只是所谓的正规的教育。但是呢，话说回来，baby 还没有满月，所以应该现在就是不需要太多谈这些呢，那是。重点就是说，虽然生孩子会很累，也会花掉一笔钱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了。但是我会推荐如果年轻人在考虑要不要生孩子，还是要买一条狗，我还是觉得生孩子是蛮不错的，他们会带来他们不同的幸福，你的那个生活的方式会突然就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好的你整个人生就会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在考虑的话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一定要生不是一定要生，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你可以多考虑。那觉得如果你觉得有准备好了你有这个条件那我觉得可以。当然是十分挑战也很累需要很多努力2个人要一起努力，一起合作，要互相帮忙这样。但是我觉得呢看到这个小 baby 这个很脆弱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上这里，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我有在我的人生中我有经过很多不同的经验。我在其他的影片有曾经说过，我曾经去了40个国家，那在每个国家有一些很丰富的那个经验，也体验很多不同的活动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很简单嘛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这个新的生命，
我觉得哇，从来没有这种的感觉，对，甚至抱他的手会掉眼泪，会开始哭一下，我觉得太感动了，还没有习惯的是觉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生孩子是好的事情，不会那么可怕，不会我本来想的那么可怕，你一定可以，如果努力一下，当然要学很多东西，换那个尿布之类的，要习惯那个在奇奇怪怪的时间醒来，但是呢，它是很大的成就感，对。看他笑容一下，你觉得人生不错，没有那么苦。好的，所以谢谢你们。如果好像他醒来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你可以给我个按赞，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好的朋友，或者你可以做什么？你一定要订阅哦。好的，好，谢谢你们，下次见哦，拜拜。